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你好吗？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走进一本很特别的书，它既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，也是一份写给全人类的跨越3000年的智慧情书。这就是挪威作家乔斯坦·贾德的代表作《苏菲的世界》。请你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是一个14岁的少女，在挪威一个宁静的下午，你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，穿过那条开满野花的小径。你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小小的、没有邮票的信，上面只写了3个字：你是谁？这封信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开端。在正式开启这场智慧之旅前，我想先聊聊这本书的作者乔斯坦·贾德。他曾经在挪威的高中教授哲学和文学。他发现那些厚重的哲学史总是让年轻人望而生畏，于是他决定用一种最温柔、最奇妙的方式，把人类思考的火种传递下去。他在1991年写下了这本书，结果它像一阵清新的风，吹遍了全世界，被翻译成了50多种语言。苏菲的世界其实讲述的是2个女孩的故事，一个是14岁的苏菲，她生活在现实中，却突然接到了神秘的哲学课程；另一个是席德，他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时空，却通过父亲送给他的一本书，观察着苏菲的一举一动。在这2个世界的交织中，作者带我们游历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存在主义。如果我们把世界比作一只巨大的魔术师从帽子里拉出来的白兔，那么大多数的人都钻进了兔子的毛皮深处，在那里安稳的生活，不再好奇魔术师是如何变出这只兔子的。而哲学家就是那些试图顺着兔子的细毛往上爬的人，他们想要站到高处，看清魔术师的面孔，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故事的开始，苏菲收到的第2封信问她，世界从何而来？这其实是人类最初的困惑。古希腊的那些自然派哲学家们，他们不像后来的科学家那样拥有先进的仪器，他们有的只是观察和思考。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源头是水，安纳科西曼德认为那是无尽。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许幼稚，但贾德告诉我们，最珍贵的不是他们的答案，而是他们开始提问的那一刻。他们不再相信神话里的雷神托尔在挥动大锤，而是试图寻找大自然本身的逻辑。这种从迷信到理性的跨越，就是人类文明最初的曙光。随着苏菲的课程不断深入，那个神秘的老师艾伯特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。他带苏菲回到了古希腊的雅典，在那里，我们遇到了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是整部哲学史中最动人的人物之一。他自称是一个精神上的产婆，他从不直接给别人答案，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问，帮助别人产出自己内心的智慧。他说，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一无所知。请你试着感受这句话的力量。在这个每个人都急于证明自己正确的时代，承认自己的一无所知，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诚实。苏格拉底最终为了坚持真理而喝下了毒药，但他那颗永远好奇的心，却成了哲学永恒的象征。接着，我们遇到了柏拉图，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。想象一下，有一些人从小就被关在山洞里，背对着出口，只能看到火光投射在墙上的影子。他们以为那些影子就是真实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人走出了洞穴，看到了真正的太阳、河流和树木。当他回去告诉同伴时，没有人相信他。苏菲在学习这段历史时，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。我们所见到的这些花草、这些房子，是不是也只是某种完美原型的影子？柏拉图认为，在这个变化的感官世界背后，有一个永恒的理性世界。这个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宗教和艺术，也让我们明白，除了肉眼所见的物质，人类还有一种对永恒之美的追求。艾伯特继续带着苏菲向前走，他们穿过了中世纪那漫长的黑夜。在那1000年里，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。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·阿奎那试图用逻辑去证明上帝的存在，去调和信仰与理性的冲突。这一章虽然看似沉重，但它却在告诉我们，人类的思考从未停止。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，
光亮依然在缝隙中闪烁。然后，文艺复兴的钟声响了，那是人类重新发现自我的时代。艺术、科学、地理大发现，一切都在迸发。人们不再只盯着天空，而是开始俯瞰大地，审视人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。贾德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述了这个时代的生机，那种对自由的向往，对造物主赋予人类创造力的赞美。然而，随着理性的觉醒，怀疑也随之而来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某个寒冷的冬夜，坐在壁炉旁陷入了沉思。他怀疑一切，怀疑感官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正在做梦。但他最终发现，有一件事是他无法怀疑的，那就是他正在怀疑这件事本身。于是他写下了那句震撼世界的名言：我思故我在。这是现代哲学的基石。它告诉我们，自我的存在源于我们拥有思考的能力。随着故事的推进，苏菲的世界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。他总是在不经意间看到席德这个名字，甚至在未拆封的明信片上看到了写给席德的生日祝福。苏菲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谁。这时候，斯宾诺莎的思想出现了。他认为上帝就是自然，万物皆在上帝之中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上帝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，或者大海里的一朵浪花。如果我们能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生命，那些世俗的苦恼就会变得微不足道。这种泛神论的思想给苏菲带来了极大的震撼，也为后来的故事转折埋下了伏笔。就在苏菲试图理解世界真相的时候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登场了。康德，这位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的小个子巨人，提出了他的批判哲学。他认为，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由我们大脑自带的一套滤镜决定的。时间、空间、因果关系，这些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框架。所以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只能知道它们在我们的框架中呈现的样子。康德还留下了一个无比温柔的嘱托，那就是他心中的道德律。他说，有两样东西，越是经常持久地对它们进行思考，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增的赞叹和敬畏。那就是我头顶浩瀚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准则。听到这里，你是否也感受到了一种宁静的力量？哲学并不总是枯燥的逻辑推导，它最终会指向我们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。然而，最惊人的转折发生了。苏菲和艾伯特最终发现，他们竟然只是挪威黎巴嫩联合国部队的一位少校，为了送给女儿席德作为14岁生日礼物而虚构出来的小说人物。这种原叙事的结构让整本书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苏菲的挣扎，她的思考，她的存在，全都在少校的笔尖下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残忍，对吗？但艾伯特告诉苏菲，即便我们是虚构的，我们依然可以思考。只要我们思考，我们就是存在的。这其实是在向我们每一个人提问：如果苏菲是席德眼中的虚构，那么席德又是谁眼中的虚构呢？我们所处的这个真实世界，是否也只是更高维度文明中的一个念头？在故事的最后部分，贾德带我们领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、马克思的社会关怀、达尔文的进化论，还有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挖掘。这些思想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宏大的人类智慧图景。当席德在现实世界中读完这本名为《苏菲的世界》的书时，苏菲和艾伯特竟然奇迹般地逃离了书本的束缚。他们变成了灵体，虽然无法被现实世界的人看到，却能感受到微风的吹拂，能听到树叶的低语。他们站在席德的身后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思想是可以超越时空的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读苏菲的世界，我想是因为我们太容易在忙碌的生活中变得麻木。我们习惯了工资的涨跌，习惯了社交媒体上的纷扰，习惯了按部就班的轨道，却唯独忘记了停下来问一句：你是谁？这本书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，它告诉我们，每一个清晨的阳光，每一片落地的秋叶，每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，其实都隐藏着最深刻的奥秘。我们要保持那种孩子般的惊奇感。
不要在兔子的毛皮里睡着了。苏菲的冒险告诉我们，哲学不是象牙塔里的教条，它是我们对抗孤独、对抗虚无的武器。当我们了解了前人的思考，我们就不再是孤单的一粒尘埃。我们生活在此时此刻，但也生活在过去的所有时代中。我们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诚实、柏拉图的理想、笛卡尔的怀疑、康德的敬畏。当你翻开这本书，或者听完这段分享，你其实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哲学课程。请记住苏菲对自己说的那句话：生命中唯一的一件事就是，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该如何生活。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苏菲，都在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广阔的世界。愿你也能像苏菲一样，重拾那份对世界的初见之情，去提问，去思考，去爱，去感受这如梦似幻却又真实无比的存在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，也请点赞订阅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